Hello，大家好，我是 Eric。那我们今天呢要做大众占卜呢，我们的题目就是你的金钱卡点在哪里呢？潜意识里面的匮乏感是怎么样的去阻碍了你的财富的流动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跟这个象神去一起去做这个大众占卜的。那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有学心理法则都知道，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一直都觉得不够，觉得是差的、缺的，其实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吸引更多这种缺乏的能量。那所以这一次的占卜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个去理解一下，到底你有没有匮乏感，或是你的匮乏感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影响到你的金钱的部分呢？那我们首先就会看就是选项1、选项2。还有选项3一样呢，你可以闭上眼睛去感受一下，现在哪一个图案，或是哪一个就是感觉吧，你最明显的觉得跟你有感觉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解牌咯。那如果你还没选好的话呢，你可以暂停去看看哪一个最有感觉，那其实是可以多选的。当然，就是如果你觉得2张都很想，觉得有可能的，那我觉得你可能2个都可以听听，说不定可能2个里面都有跟你对应到的地方，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会开始解牌咯。好，那我们首先来到呢，就是这个第一组的这个选项，那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呢，这个主牌就是这个，就是教你小心的去聆听。那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他说你的外在其实一直都是在吸引你的注意，那教你去倾听关于你的身体的部分。那我们这一张牌主牌，我们会是看到底你的金钱的流动是如何的。那我们呢，就是同样时间也抽了另外一张牌一起去看的，就是这个叫做原谅。OK， 放下原谅是时候要去往前走了，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呢，如果是这样子抽到的牌啊，选这一组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你的金钱的流动你是有感觉的，到底是顺的还是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就是意思是说，其实你的能量是有一直传讯息让你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你会觉得，到底我最近做事情是顺的还是不顺的？或是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可能对于钱啊这个方面是有害怕或是担心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选择这组的话呢，你的感知力是有的，而且你对这个东西还是挺敏感的哦。只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刻意去，我会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刻意去觉得自己我只想太多，或是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你会用一些借口去逃避啊，或是你可能去会觉得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呢？例如可能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有时候会不会我想的太乐观？我反而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是你自己会否定一些你的直觉或是一些想法的感觉。那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的流动啊，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停滞的感觉，因为这另外一张牌呢是告诉你放下，就是让你继续往前走嘛。那有可能曾经你就是有一些事情你是很执着的，或是有一些财务的问题呀，或是你可能现在可能有些债务啊，你是觉得我好像现在很难再像以前一样这么轻松，或是有些人可能我买了一栋房子，那有那个房贷嘛，对不对？可能我会觉得现在好像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因为每个月要房贷好累啊这样子，所以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会觉得你的金钱流动主要是让你会觉得有点疲惫，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不一定说那个事情是不好，像你买了房，毕竟房子可能是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嘛，可是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又会觉得自己有欠债，而觉得自己有种好像缺乏不够的感觉，那就是所以就可能要放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会再看几张牌，看看你的金钱的流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抽到3张牌，首先第一张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倒影啊 ，OK， 就是有种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写的嘛，就是空虚，有种就是比较这种是匮乏，就是有种无聊的感觉，有种挖空了的感觉。那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跟这个就是有点放不下的东西是有点关系的，这种我觉得2个有点类似。就是说，你好像觉得，好像现在有种，我觉得你的钱，我也不能说是不好，可能就是说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你觉得，好像你现在
有些人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刚刚讲买房子嘛，可能你买房子之后呢，你一下子把所有的存款都要拿去做一件事情，那是不是你的存款都空了？虽然你换来一栋房子，不过你会想说我房子又不是整栋是我的，可能还有这多少年的房贷要还呢，然后现在户口也是空空的这样子，你就会有种落寞的惆怅感。或者你就会觉得有种好像有点空虚怎么办呢？这样子我不只还1年，我可能要还个20年、30年的房贷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这样子你会觉得好像我要背这个东西，不知道背多久，你就会有种很无奈的感觉。接下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双生火焰。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的流动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重复的有发生过，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说嘛，双生火焰就是叫镜子嘛。所谓重复发生，有可能你会发现，就是你在复制某一个人的一些人生历程，有可能是你父母，有可能你的伴侣，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他之前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又重新再经历一次，好像很类似的，你会有一种重复发生的感觉。像你的金钱的流动，好像你可能说，我以前我爸妈买一套房子就背了30年房贷我现在要买一套房子，我也要背30年房贷，你就有种好像觉得在重演一个剧情的感觉。接下来的我们就是抽到一张，就是错误或是不被理解、受害者，还有就是迷信的灵魂。那你有可能会怀疑你现在的金钱是不是有点卡卡的原因，是不是你做错了一个什么决定啊？是不是我不应该做这个投资啊，或是我不应该做这些的决策去这样花我的钱呢？那我会觉得你的流动呢，给我的感觉是有点缓慢，而且你有种一直都有怀疑或是担心的感觉。那好了，我们接下来会再看看，就是你的金钱的流动如何了。我抽到这一张牌。这一张牌呢，就是这个19号的牌了，就是一个古埃及的神明叫做 Kum。那这个19号牌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代表创造之神它是创造了，就是它是创造了人类跟动物的，在古埃及里面，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神明，是掌管这种就是农作物的丰收肥沃的土壤跟水这是资源的。那很多时候大家在古埃及的时候要拜它，就是因为它可以为尼罗河带来丰盛这样子。那如果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的流动是这个，其实你是很多资源的一个人因为它就是代表很多，因为我们种田嘛，你一定要有水有土，你才可以种得好嘛，对不对？东西才会长出来嘛。那所以给我来说，就是说你的可能你会很多的，就是怀疑做所有东西，可有可能你现实的资源是丰富的。毕竟举个例子，刚刚那个例子的话，接下来就是既然你有钱买房子，那就是其实你有钱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或是买得起车这些东西呢？所以你要想想，就是其实你能背上这个压力，其实也是你自己本来就有这个资源。所以的话呢，给我感觉就是你的流动其实没有卡，只是你的心里面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担忧或是担心这个东西。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看，那你的金钱呢？如果会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抽了几张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的女士，就是一个比较特权的人，就是权贵了，我可以这样说。有可能有人提拔你，给你机会，或是有个女生可能是跟女性有关就是可能她可能给你一些机会或是你为一个女生花了一些钱这样子，所以才会导致到可能你会有点担心，对钱有点焦虑、有点担忧的感觉。那这个有可能是一些女性的贵人，也不一定，或是一个女的上司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一张就是这个改变，大家看到它是收拾事软的，准备搬家的感觉，所以有可能真的是你要搬去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你会担心钱不够，或是可能你会担心要用很多钱，就是你可能要迎接一个很大的改变，有可能你要去创业，可能有笔投资的基金这样子，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会担心说你做这个改变，可能有时候我一下子要改变我的工作，开始的收入没追得上之前的收入，也是一个改变，也会让你觉得金钱有点不安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大家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极大的幸运是跟这个问题有关的？有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个很厉害的机会。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就有一个搞笑的情况，就是说他也是买房子，
它是其实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因为它有机会买到，就是我们说还没建好的房子，可能要2年之后才可以，收到那个房子啦。可是因为它就是前期嘛，所以它就有机会，就是用比较低价的价钱去买到一套房子。可是这个是很幸运哦，在很多人眼中觉得，你有这个人脉买到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运气很好，刚好你又想买房子。可是呢，他买了之后其实是很担心，就会担心说，会不会我房贷交不起来呀？会不会就是有其他的问题会发生啊？这样子，所以那个极大的，在人家眼中看他极大的幸运，就影响到他的金钱，觉得自己卡顿，因为他会觉得，我好像一下子要吐很大笔钱出来买房子，所以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别人眼中的幸运，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钱财的关系。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抽了另外一副卡片，就是这样一组这样去看的 ，OK， 是这样子一组，就是图画家的文字这样子。我抽到的是无聊在这一个像水晶球的东西，不过这个水晶球很有趣哦，你感觉像很多水啊在这样流出来的感觉。那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所做的改变，或是你现在金钱，你会有种就是觉得你钱放着又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呢，你又怕它会贬值啊。有些人觉得钱放银行不保值嘛，对不对？可能要做一些投资啊、规划啊，或者有可能就会觉得，我现在手上有一些资源，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你才会做一些决定嘛。可是呢，你会感觉上就是你本来手上抓的这个水晶球，可是你现在感觉水好像一直在流出来的感觉。就是可是你也要知道虽然你好像水一直流出来，可是那个球还在的，所以你有可能卡的原因就是说，你会担心钱流出来收不回来，可是呢，你又觉得自己站在这里一动不动呢，你又会担心之后步骤会怎么样，所以因为这种我觉得有种算是尴尬吧，就是不动也不是，动你也不觉得不对，所以你才会觉得可能会担心，可能会觉得有种无奈的感觉。然后呢，另外一张就是随便我们抽到的，然后就是在打鼓这个人。那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很专心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在做打鼓的这个事情。可是呢，他抽到的字却是随便。那给你的感觉会是什么呢？你当下到底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是因为你想跟风，或是你觉得人有我有啊，还是你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去做这个呢？这个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其实我现在不应该担忧。假设我要做一个投资，我买一只股票，我已经有做好准备了，我有做好看好它的财报啊，理解过了，那我现在应该不用担心啊。那如果那个时候只是个随便的决定的时候，那你确实你现在可能就会怀疑自己当下的决定是否正确。那所以到底你当下那个时候你做的一些这个现在的钱的运用，你是随便的，还是你有专注去想好再去做呢？这就影响到你现在的观感，或是你现在对自己的感觉。好了，那你到底你的潜意识里面有没有匮乏感呢？如果有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就抽到这个。好，我抽到这个就是从来都没有，然后就是用所有的方法，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这个很决断，就是说完全没有。可是我后面抽到这一个啦，用所有的方法，就是其实你是不太觉得自己有匮乏感的，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你担心钱，你就想办法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压制这个感觉。去压制，我不要焦虑，我知道焦虑是不好的，我不要为这个东西焦虑。可是到底有没有真的能够完全压制你心里面的匮乏感呢？因为给我看到前面的牌，其实你还是有一种对于钱，可能你会担心自己做错决定啊，钱用的地方对不对啊，这样子。当然我不会觉得这个有可能你只是担心你用错钱，不一定是说匮乏。可是我会感觉就是说你是很努力去压抑自己，不要去担心钱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可以再继续看看你的匮乏感有可能是来自于什么原因呢？那我抽到这2张牌啦。首先第一张是凤凰 ，OK， 就是凤凰是什么意思呢？凤凰我们就知道嘛，有句话叫浴火重生嘛，对不对？那你的匮乏感就是我会给我感觉就是说你可能过去经历过一些东西，所以你可能例如小时候可能你家庭环境不好，
那你就后面已经努力过来了，你知道用那种心态去面对钱这个课题是不好的，所以你已经凤凰重生了。可是有时候啊，如果你过去的有些东西没有被疗愈好，有时候我刚刚抽到这个镜子嘛，对不对？就是可能你会有时候只要遇到类似一点点的，你就很担心会不会又像之前或是像你身边的人的一些经历。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你已经很努力的去改变，我也感觉到你应该已经很多的方式去调整自己，要不然你不会是凤凰重生。可是有可能你还是有些隐忧是你没有被注意到的，因为我们结合下一章就是这个过去的创伤和阴影，就是你会不会可能有一些伤口你是没有被愈合的，你是没有去疗愈好的，所以有时候你不自觉的就触动了这些让你担心的事情，让你怀疑自己的能力，或是让你去担心我到底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还是不对呢？好了，我们再看看就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你的潜意识的有种担心的感觉呢？好，第一张我们抽到这个暗影幽谷，然后这一张是青莲信母。那好，首先这两张牌啦，第一张是43号牌。那首先这个就是说，它就是代表就是从淤泥长出来的莲花，其实它是有深深扎根的。这个美丽的莲花，如果它不是吸收了很多的这个淤泥的养分，其实它不会长得这么好看。那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会感觉上就是好像跟你的过去一样，可能你过去真的可能家庭环境或是生活的环境不太好，让你担心，让你焦虑。可是现在你已经出淤泥而不染，变成一朵发光的莲花了。所以就是说，你能不能摆脱你过去的一些原生的问题，或是你可能就是有没有好好去疗愈过去的一些经历，让自己可以彻底的放下呢？如果你能彻底放下，应该现在你就不会再担心，或是不会再怀疑自己有时候会不会做错决定啊，会不会就是担心钱不够啊这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青莲信母呢，他就是说，他说请容许自己摆脱挣扎和痛苦。因为你是他说就是你过去可能一直就是很多的问题可能会绑住你啊，让你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啊。可是他说是时候要离开它了，因为你已经学到你应该学会的课题所以你应该不要怀疑，应该要离开了，你应该好好去疗愈你自己。我会觉得呢，这个就是跟我们前面这个叫你放下要往前走的一样，有可能现在的问题根本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多或是那么大，可是你有时候就是会因为过去的一些东西给你捆绑，让你会觉得担心会不会到时候又变这样子，所以让你给自己有很大的压力。那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会再看看到底什么原因会让你有这种有可能的匮乏感呢？我们看到的是鼠尾草 ，OK， 这个鼠尾草就是智慧、进化跟和谐的意思。那我自己觉得呢，如果你抽到这个鼠尾草的话呢，我觉得你个人可能就是心其实潜意识里面是比较沉重的。为什么这么沉重？因为你想想用鼠尾草去净化，就是你可能有了负面的能量啊，负面的思想或是担忧是过度的，我会觉得。那当你一直都是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让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或是其实你会假装没事，其实可是你可能会做噩梦。那这一张牌就有写嘛，就是叫你去用你的智慧去化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食物，它可以帮你去接地，让你变得稳定，而且重点是它就可以有净化的作用，让你的回撤和谐。净化是什么呢？就是要净化一些你过去的担忧、你的焦虑，你可能担心一些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会不会再次光临或者再次来临的时候，那你要好好的去让自己的净化，不要再为这个事情所担心，不要担忧。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看到底你的匮乏感会阻碍了你财富的一些什么的问题呢？好，我们抽到2张牌。好，第一个我们抽到的是12宫，12宫呢就是我们说的灵性成长的最终点OK， 放下它的主题哦。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你的这种匮乏感，让你很多时候没办法放下。你可能人生很多执着，就是在于你对于金钱的担忧，或是你可能一直都怕自己不够，所以你很多东西变得抓得越紧，你就越难处理。例如，我会觉得你很用尽力的去减轻自己对钱的焦虑，
可是你越用力越放不下，越放不下就越这个循环就会继续。所以呢，你可能就要学会怎么去看通这个事情，不要再为这个担忧或是这些焦虑去绑住你。要不然的话，你学会放下这个课题，或是让你去更加有智慧的去度过你这个人生啊。因为12宫也管一些就是高龄的智慧，就是我们说宗教这个的部分嘛，就是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进程，就是怎么你的灵性开启啊跟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叫做灶神星，那它是代表就是我们说的生命之火，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的匮乏感，有时候会让你缺乏了一个生存的动力，或是让你好像觉得有一种我到底为了些什么，我这么执着这些东西，或是我为什么一直都要被钱所影响了，我的生命力是来自哪里呢？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到你会阻碍了你的财富的流动，就是你会觉得，因为我一直都很想需要一个动力去做一些事情，却好像觉得自己做下去又感觉好像没有那个意义，所以就让你一直有种觉得，做的事情好像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这个匮乏感还阻碍了你的财务的流动是怎么影响到呢？还会影响到你的感情哦，给我的感觉。第一，我们抽到的是戒指啊，戒指有2个意思啊，当然就是说求婚啊，对不对？可是它的特色也有另外一个解说，就是因为它是圆形嘛，就是一个循环，所以你的匮乏感是因为你好像一直在一个循环里面走不出去，就是好像一直都觉得，我好像来来去去，一直都是在演这出戏，跟金钱的关系，好像一直都是这样重复的发生。让你好像有一种走不出这个循环的感觉。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玫瑰花嘛，就是一个礼物这样感受。那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担心自己钱不够啊，或是对于金钱的一些问题啊，是影响到你的感情关系的，特别是可能是伴侣关系，可能你有时候会有时候有些人我很爱这个人，所以我想给他更好的东西嘛，所以就想一直怎么去让他过得幸福，过得快乐。有时候这个执着啊，让你有时候会觉得越来越累，或者我觉得我怎么办，我没办法给到更好的生活给他。所以呢，这个也会变成说，你的匮乏感就是影响到你对这个东西的担忧，你觉得自己一直都不够好，所以就影响到你的财富的流动。然后呢，我们抽到是这个3，这个3呢，其实就是说，其实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你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就是心境没办法调整过来，你的心境啊，你的想法啊，你的情绪啊，可能就是让你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好像你想说，我要学显化，可是你好像知道这种东西是影响到你的，让你的金钱流动好像一座山移不开，挡住了你的一些丰盛跟财富。好了，我们再看看你的匮乏感还阻碍你什么呢？就是这个苹果树代表丰盛跟开心，所以呢，其实这种可能藏得很深的这个匮乏感的担忧，或是你对金钱的焦虑，其实让你没办法就是很快乐、很轻松的活着，或是让你掌握到你人生该获得的丰盛。因为我们前面有说过，其实你有很多资源，按道理要结出这么多的果子才对。可是你现在就是，其实你感觉到你可能只有1/3，甚至乎你觉得我的棵树结不出果子，就是因为你的焦虑其实影响到你本来有很多的资源啊，或是可以很多可以用的东西，却你慢慢的就是觉得好像我用不起来，或是我不觉得我有很多。好了，那我们怎么可以减低你对于匮乏感这个事情的做法呢？那我们抽了一些牌看看的。好，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肉豆蔻，就是这个叫做热情魅惑生存本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先说啦，就是它就是说，其实你的人生是有很多的热情啊，就是其实就是你当你要减低匮乏感的时候，你先找回你人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你是只是为了钱而活吗？还是你有什么的梦想跟目标想做的？有时候我们总是
觉得梦想跟现实是有冲突的。我之前做很多个案，他们都会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他们觉得，老师我去发展梦想，可上我只要发展梦想，我就变成一贫如洗就是什么钱都没了这样的感觉。可是我说，为什么你不能把你的钱用在一个对的，就是你又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又可以赚钱呢？很多人其实他们的事业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把喜欢的事情做起来，才让他今天有今天的成就。那所以的话，你要想想到底其实你人生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才会觉得让你开心的事情呢？可能这样子你会越做越好。所以你找出你生存的本质在哪里呢？然后呢，就是透彻心扉，无为是爱，这个樟脑迷迭香。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你的我刚刚觉得嘛，就是你有没有去仔细的去想一下，你的内心到底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假设前面你觉得你赚钱是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另一半，那到底爱是不是只是限于物质的表现呢？还是除了物质以外，你还有更多的东西是可以做呢？请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物质这两个字绑架了，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可能还有很多东西是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快乐鼠尾草 ，OK， 又是鼠尾草哦。他说，就是这个的名目，就是物理迷障，是让爱长久生存的方式。那是什么意思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呢，你的爱啊，你的能量啊，都是有很多的。可是你可能用了一个不对的方法去展现 ，OK？可能你只是会用一些物质啊，一些东西去堆砌出来你的爱。可是其实你本人已经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表达。那你怎么样让自己快乐，让你重视的人快乐？真的只要钱才能做得到吗？还是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呢？当你慢慢从底层去把自己的能量调整的时候，其实你的匮乏感自然就会慢慢的减低。是因为当你不担心，不觉得自己缺，就是觉得自己有无能的时候，自然你的能量变成丰盛，就变成充盈，这样子就比较能招来好的能量。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抽到怎么去治愈你的匮乏感呢？首先就是闪上你的个人特色，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人哦。就是其实你能做好你自己已经很足够了。很多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才会觉得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多的金钱去满足其他人对你的期望。所以你要去允许你自己展露最真实的个人风采，这样子才会让你去活得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好。另外，其实上天是有应许了你的愿望，你的请求就快要实现了。我觉得这一句是你要相信愿望的能力。很多时候呢，大家许愿又觉得愿是不会成功的，那为什么大家那么努力，又去拜拜，要去想了？那这些你怀疑的时候，总会阻碍了你的实现的速度跟能量啊。所以你要多相信自己许愿的能力。好了，我们最后的一些的部分就是怎么去降低这个的匮乏感呢？首先就是说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感受，我觉得跟前面这张是差不多的东西，就是到底你喜欢的是什么？到底你的感受怎么样才能让你快乐？想清楚做什么才是对的，然后试着用更长的时间去看待它。3年后的你会更明白，有可能现在这一刻你做这些举动，你会觉得是不是很冒险？是不是太过的冲动？有可能你过几年，你发现原来你那个时候做这个决定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怀疑的时候，会让那个能量打折扣，本来是好的，有可能会变成坏。所以先不要执着这一刻你到底得到什么，可能放长远一点吧。然后这个就是你的想法跟行动是一致的吗？就是有些人说我想要赚大钱，却他一直都瘫在家里。那我想说，钱是从天上掉下来吗？那你的想法，你想做的事情，你想达到的愿望，跟你现在做的东西是一致的吗？是有一样的，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吗？请找会让你真正热爱的事情，就是只要你愿意，你热爱，自然我觉得会越来越成功，你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丰盛。我们不是说1个星期要看到后果，1个月要看到后果，重点是你只要愿意开始动，这个东西才能开始有改变你人生的能量。那我希望呢，这一次的跟大家的这个占卜呢，可以给大家到一些新的想法，对于自己的金钱的能量跟了解啊，更加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那如果你有什么的觉得对应得到的，我
很欢迎在下方跟我留言分享啦。我也会觉得就是当你分享的时候，其实会有更多人去感受到你的能量。我也会亲自回复这个留言，去给你一些祝福哦。非常感谢你的收看，谢谢你，下次见，拜拜。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第二组哦。那第二组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牌 ，OK，就是冒险的心，应该这样做的翻译来说。那我们首先会看的就是说，你现在的金钱能量的流动是如何的？那我们就抽了另外一张牌去一起解哦。OK， 首先呢，这几两张刚好都是水元素的牌哦。那第一张呢，我们就是说，就是跳出你的舒适圈，就是让你的心可以去飘向一些新的地方。那另外那一个就是说投降，就是说就是你就一直去舞蹈，去做的就是去应对现在的这个状况，那就是等于来说，我们应该说就是顺应而流的那种感觉啦。OK， 那我这里觉得就是说，你的能量啊，我会觉得，你的金钱是有在流动的，而且这个流动，我觉得给我感觉是激烈的。而且我会觉得就是说，你会有种感觉，就是说，现在宇宙想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你是比较开放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因为你的主牌就是冒险嘛，就是一种好像去旅途的那种感觉。那所以我会觉得有可能你现在有做的一些很重大的决定，或是你准备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是你之前没做过的。可是你可能觉得，哎，宇宙都送到这个机会给我了，我应该要去试试看，我应该去尝试看看这个是不是对的这样子。因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的这个金钱的流动，你是好像是不是你自己去主动去争取的，只是你刚好接住了一个机会，一个可能去让你的金钱去动起来这样子。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会再看这张牌，看看是什么状况哦，你的金钱流动。第一张我们抽到的这个开放的心，我觉得就跟这个是很像啊，就是大家都看得到，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会可能就是你可能变得很愿意去接收 ，OK 或是愿意去接受别人的东西也好啊，你会觉得很珍贵啊，就是说，你可能开始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尝试看看。你不会说，如果有人说如果你想做一家公司好了，有人说投资你，有些人不一定会接受人家投资，因为他会觉得人家投资我怕还不出钱给人家，或是我怕拖累了人家。我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的，就是看起来好像说，哪有人有钱不要？可是我发现有些人是害怕这个压力会不接住。那如果你现在 open 它，就是说你的金钱流动是挺好的，给我感觉就是说，如果有人家给你的东西，或是你觉得需要的东西，你都会收得到，你也会愿意去接受。那然后呢，就是这个叫做 realization， 这个就是好像你有这种明白啦，你开始知道该怎么做啊，你好像有种，就是那个头上的灯泡亮起来的感觉啦，应该这样说，就是你的流动，好像你觉得，钱好像是该这样用，你好像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你怎么去好好的运用你的资源跟钱这个东西。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叫做基底吧，这个 foundation 算是，就是说，就是你开始在用你的钱的流动，是可以帮你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基底，就是那个根基，然后就是你开始慢慢建立起来，而且你是有一种好像让你有种安全感，有种保护能量的感觉，就是你可能对于就是金钱越来越有感觉。好了，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巴斯特女神代表快乐跟开心的能量。那给我的感觉，如果是你抽到巴斯特的话，就是简单来说，你的金钱其实应该是流得挺好的，而且是开心的吧。我跟他这样说，就是你觉得，就算你今天要花钱，你也觉得花在一些享受开心的地方，你也是挺愿意的。因为巴斯特女神本来就是管快乐，而且她就说越快乐，你的钱越显化的越快，这样子。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其实你是比较能够活在当下，你不会太过焦虑，或是太过担忧，会不会钱出去就回不来了？那我们就是会再看看哦。如果呢，假设你有金钱卡顿呢，你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还是有这种觉得卡，或是我担心的。那你卡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或是你欠缺了什么，导致到你有时候会对金钱有焦虑呢？
第一个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婚姻。好，婚姻来说就是很简单，就有可能你觉得，你想建立一个家庭，你想结婚，你要花钱，所以你觉得因为有另一半啊，或是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你想有一个好的家庭，你需要花一些钱，所以有时候你会担心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给到家人一些生活条件啊，能不能满足他们呢？另外呢，我们抽到这个就是我们说是工人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会担心，你是不是只能做多少才能赚多少？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动，会怎么办呢？因为有些人就会这种就是未雨绸缪嘛，就是可能会担心啊，如果我到几岁退休了，那我后面如果我不能工作，那我怎么维持我的生活品质呢？我怎么有足够的收入了？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觉得就是说，好像我只能要工作我才会有钱，如果我不工作就没钱，所以有可能你就会觉得担心说，会不会有一天我的工作没办法做下去，我就会缺钱呢？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很明显啊，就是官司嘛，有可能你现在有一些的合约的纠纷也好啊，一些官非是跟就是这些有关的，可能需要你花一笔钱，甚至不可能这个是一些潜在的纠纷，所以你会觉得，如果我输了，我可能要批一大笔钱出去，所以导致到你可能会对钱是有担心的。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一小部分的个案啊，就我觉得没到所有人都就是看这一组的人都是这样子了，毕竟这个是大众占卜嘛。好了，我接下来再抽了一组牌，就是这个是这样看，就是那个图画牌加外面的文字，那就是说你现在的金钱会卡的可能会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喜悦，然后有个僧人在这里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卡，就是你很难，就是我觉得你其实相对来说已经开始在学会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快乐，或者对钱变得比较好一点。我会觉得，可是你还没做到能像那种不会那么计较得失，像那个僧人那么平静。OK，那么的那种很自在，就是我不会担心，我反正一直都会很开心、很喜悦，这种很安心的喜悦感，我觉得你可能还没达到。所以才会让你觉得有种焦虑感觉啊，或是你会觉得没办法去很开心的去做这样子，所以就会导致到就是你可能走到一半吧，现在我觉得你的收尾可能你可以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比较安心，可是还没到所有的状况下，或是有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事情还是影响到你。另外呢，那个就是满意，然后有这个极限运动的感觉啦，就是可能你是一直想挑战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你刚刚说嘛，去冒险嘛，把你的钱 OK， 可是你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你得到的收获不够满意，你觉得这种东西有危险有风险，可是你可能对于自己这个东西是，或是你觉得你自己的胆量，或是你对于可能能不能放得开，会不会钱投进去不会那么多焦虑呢？你可能还没到你满意的 level， 没到那个地步这样子。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呢，就是你的潜意识里面有没有匮乏感呢？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好了，很明显啊，第一张就是有的 ，OK，另外就有可能吧，这样子。那可能我觉得你的状态，你不是就是怎么说呢？你是有存在，可是应该不是经常都很明显哦。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你还是会对钱还是有些可能害怕啊，觉得自己不够啊，或是例如你可能你不是现在不够，你是担心未来不够。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有，有时候可能会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是有。好了，那怎么样？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你有这种匮乏感呢？好，我们抽了2张牌，第一张就是这个预设立项，跟第二张这个大天使拉圭尔。OK， 首先第一张就是过走下定论。就是有可能你已经帮自己设了一些可能性，其实还没发生的，是在未来的事情。好像你未来预设，如果我现在每个月赚这个工资，我可能到60岁退休，只能用个5-6年，我就已经没办法维持我现在的生活品质。OK， 可你很久就预设这会怎么样，怎么样。虽然你很勇敢的去冒险，可是你可能又会冒险。如果我冒险，有可能之后会失败，失败会怎样？你可能预设了很多的东西，其实还没发生，可是你会先偏向先去做一个打算，可能做一个心里面有个防线嘛，大不了我就全部亏掉。可是你的设想就是我一定会亏。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设了一些栅栏给自己，让自己没办法好好的施展开来。纵使你是希望开放你的心，可是你这种担心过多的状态，去为了防止自己乱想，去设一些我们说最坏的打算，其实反而影响到你的能量。另外呢，就是这个关系哲序和谐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就是你会觉得你一直都在撑，就是到底我该做还是不做？我做会怎样？我不会做怎样？可能你心里面就有种就是觉得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这个我该不该做？我应不应该做？我应该怎么做？你可能一直都有在衡量这个事情，一直都有希望可以我可以得到就是那个我付出多少就有收获多少。可能你一直都有在撑，有时候你越撑得多，你就越容易有得失心，因为你会觉得，我付出这么多，我现在看不到回报。我会觉得这样我心里会不平衡。那你有时候就是说，可是有时候不是当下你投了，可能1年马上见到，可能要等个2-3年。可是因为你一直都在看回报，看就是会发生什么，你越是紧张，越是担忧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负面，或是越来越多的问题会产生。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抽到什么牌的，怎么去看到那个能量的部分。我们看到第一张是这个怒目观音，然后这个天阶之门。首先呢，我们第一张牌这个18号牌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它是说，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称犯这个怒目观音的无惧之爱的炽热的火焰。他说你的安全是完全受到保护的，你如果遭遇什么外在的危险跟威胁，不管你的处境是多么的吓人，也无论你在灵性上面的道路的步伐有多么的不安，你要知道你是安全而且受到保护的，你是被爱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不安全，所以我前面抽到这一张说你是很勇敢你很愿意去做挑战，可是你很多时候都很怕我会不会就是太冒险所以摔死你可能会很多的焦虑，其实是由于你可能预设这个东西可能会得不到好的结果。那现在盘就是告诉你，其实你是安全的，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过度焦虑，东西都还没发生，你不能一直去预设，就是担心会不会怎样，会不会哪样。既然都还没发生，你是不是应该先保持一个平常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呢？那第二张我们抽到是这个天界之门。天界之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所有众生的命运注定都是要迈向喜悦与自由的。观音他会用无尽的慈悲光明普照一切众生，抵达这个最终境界。可是有些时候因为执着的缘故，所以有些频率较低的众生，他们就反而对这个神圣之爱感到害怕，认为自己要躲藏在人类的能量场比较好。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当你担心担忧的时候，其实你就接受不了宇宙给你的好运跟保护。所以你怎么去可以跨越这个天阶之门？首先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安排。有时候我们就算遇到一些不幸的事件，有可能这个不幸是为你更幸运假设我今天真的不小心撞车进医院，可能我在医院遇到一个隔壁床的病人就是我未来的伴侣也不一定。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直接定义这个事情的好坏或是预设这个就是不好，这个就是我运气的问题你会不会想一想，其实有时候宇宙安排总是很奥妙，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发生跟展开了。既然你愿意去冒险，是不是应该放开自己的心去顺应宇宙之流呢？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这张牌，叫做 Preserve。Preserve 这个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好像所有东西就保存起来就好像罐头玻璃瓶就是帮我们保存嘛，对不对？好像这个仓鼠他们就是一直会吃很多东西放在嘴巴里面，就是觉得怕东西不够所以要囤起来应该叫囤鼠吧，我觉得。那这个囤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为了你的安全感，你会一直觉得不够，你一直努力的去囤，希望可能尽量满足你的怕的这个东西。可能有时候你会怕打台风了东西不够，你可能会买很多泡面放家里，怕等一下东西没有不够。但是你这种担心不够的东西就是匮乏感嘛。其实你会不会其实有种习惯，就是希望就是担心我这个东西用了就会没了，所以你有时候就不舍得用，不敢用，不知道怎么做这样子呢？
那这些就是为什么会让你做成匮乏感的原因。其实现在，如果你总是觉得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就很难去治愈自己的匮乏感。有时候你们想过，可能我可能刚好用完这个东西，我尝试了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可能新的东西更好呢。我们不是只有 A 是最好的嘛？说不定我们会因为 A 的缺货，我们可能买了 B， 可能 B 更好呢。所以你要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减低这种的匮乏感。好了，那我们会再看看到底这个的，如果你的匮乏感它是怎么样去阻碍了你的财富的流动的？等你一下下。好，首先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下降点，下降点呢就是这个叫邀请啊这一张卡，另外那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婚神星，代表伴侣的关系。那所以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如果假设你今天感情不顺，我先说，因为下降点也是代表你的投射出来的另一半，这两个都是讲伴侣关系，你的匮乏感可能就会阻碍了你的财富流动嘛。我刚刚在抽的牌是，可是我看到的就是说，其实有可能你的让你感觉到你可能不够配得上别人，他同一时间让你会觉得就是说你的匮乏感去阻碍了你财富流动之余，你会觉得你很难跟别人合作。我觉得自己不够，我觉得我自己的资源不够，或是我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你会觉得你好像没办法去跟另外一个人去陪衬得起来。因为我们所谓下降点，其实就是说你其实心目中想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很多时候说伴侣就像照镜子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人生中有些东西是我们有一个理想型想达成的。有时候我们找伴侣都不自觉会找一些可能我觉得他很阳光，因为我希望其实底层意思就是我希望自己是个阳光的人。我可能觉得这个伴侣很乐观很积极，我很欣赏他，因为你心里面其实可能就是想成为一个乐观积极的人。所以呢，你的匮乏感就是阻碍你财富流动，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一直都没办法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人。假设你想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你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担心、这个担忧，就让你没办法去让自己变成你心目中想成为的样子。那我们还会再继续看一下，到底怎么影响到你呢？好，影响哪些方面呢？第一啦，就是这个云朵 ，OK， 你会觉得人生好像雾雾的，哎呀，我好像想做的东西就是没有做到，或是我就好像觉得，有时候有点光，可是我觉得这个光也不明显，我觉得宇宙想帮我，我又觉得好像有帮，又好像没帮，你就有很多的迷茫跟怀疑，当这个时候的发生。然后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我到底该借助这个机会，还是不借这个机会呢？然后呢，我们第二张看到是钥匙，钥匙就是说开门的钥匙。那你现在有可能就像自己在笼里面，你想打开这个笼子，怎么样去把这个的框架给打破呢？可是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担心东西不够，你不敢，或是有时候你敢了，就是投了，可是你还是很焦虑，影响到它真正出来的效果。所以呢，你怎么样去减少这个匮乏感，让自己不要再被之前的一些思想或是一些的想法所困住，这个就是一个钥匙。你的钥匙怎么拿回来了？你怎么掌握去打开这个门的钥匙呢？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鸟，就是变成说，就是因为你担心、你焦虑这个匮乏感，影响到你财富流动时候受到讯息。什么叫做讯息呢？有可能你收到一些讯息，你不知道怎么使用。例如，我可能知道我做这个东西可能是对的，可能这个是一个好的企划案。可是因为你匮乏感之后，你就可能担心说，我做出来之后会不会不如我的预期？我会不会害怕失去了什么呢？例如，可能今天我发现这个是个好的投资机会，我收到一些讯息。可是我可能担心我会不会投了这个钱之后，如果我没办法预期，就是可能3个月之后可以收回这笔钱，我会不会就是会怎么样呢？你的就很多的预设你的设想就会影响到你现在这一刻做的决定，变成你收到一些资讯，你可能也不知道会怎么使用，让你的金钱或是一些能量给卡关。
好了，我们再抽到怎么影响到你呢？就是让你失去了纯真跟这个生命力。可能你本来是一个很多想法的人，或是你其实这个生命力很顽强的人，你有很多事情想做，可是因为担心或害怕，或是因为钱你觉得不够，你觉得怕东西资源不足，所以让你可能本来有很多东西想做的，有很多理想想做的，你都会困住。你会觉得就是好像这种有点不靠谱啊，好像我不应该往这些方向想，我应该务实一点啊，所以这会导致你失去了这两个东西。那好了，我们再回去看看怎么样去减低你的匮乏感呢？好，首先我们抽到这3张牌，第一张就是这个简洁专一是不容磨灭的独白，这个是茶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你想的事情太复杂了，就是你会不会放下一点，就是纯粹的根据你自己当下想不想做这个事情去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而不知道预想很多未来会怎么样啊，别人怎么看啊，到底我做了之后会怎么样啊？想太多了，所以变成说已经不是一个独白，就是你是已经把它填满满的，你根本上就没有一个空隙去好好的去专心做一些你觉得值得做的事情，或是你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罗马洋甘菊就是说，容你入怀是我对爱最直接的坦白。这个我会觉得就是大家说嘛，你想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或是你可能想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嘛。有时候你想太多，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这样就没办法做到这个我理想的样子，或是其实我应该怎么样去表达我的爱，我怎么样去成为那个我想成为的人呢？其实最直接就做行动吧。你坐在家里照空想，永远都做不了。容你入怀其实是个行动，你只要做行动，你才会越来越贴近你理想中的人。假设你想成为一个阳光的人，那请你用正面的思考，甚至乎你可以去想着怎么去帮助别人，怎么去做志工，怎么样的。你要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你才能达成一个你理想的目标。第3章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玫瑰天竺葵，他说片刻的谢师，重拾暖暖的爱意。有时候啊，你可能又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情啦，又逼自己可能要想啊，要做啊，去赶自己啦。可能其实你虽然有可能你行动没有很多，可是你可能一直想，也让自己想的心很累。有时候你适当的停滞，有时候有些人呢，我遇到有些的学生，他可能觉得休息呀，或是做一些自己喜爱的事情会有罪恶感的，因为他会觉得我现在都已经不成功，我还这么懒，那我怎么样呢？人家比我厉害的都比我努力，一直用这种方式去驱赶自己。可是有时候你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或是让你的心能调整、心态调整、能量调整。有时候你心态对了、能量对了，自然东西都会顺起来。所以请你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可能吃一个好吃的东西，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或是点一个你喜欢的香薰蜡烛，让自己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可能东西慢慢就会顺起来。好了，我们接下来才会看到怎么样去减低你的匮乏感呢？第一个是去旅行，可能你可以去个不一定要说要去很远啊。我先说，可能去个小旅行啊，可能就是甚至我当天就是出外走走，可能你愿意去外面走走之后，可能你的心境会改变，想法改变。有时候一个想法改变，比起你要做很多的动作要好。所以你可以去一个旅行，去转换一下心情，为你带来一些正面的转变。另外，我抽到就是一切安好，就是叫你放心吧，不要总是想太多。OK， 既然你打算冒险了，那你要知道就是一切安好，一切都会顺利的。心态很重要，稳住。好了，我们最后都会看看呢，就是怎么样可以减低你的匮乏感呢？我就抽了一些字卡。首先第一张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的付出是值得吗？就是我刚刚说有个这样秤子嘛，你在称到底我该做还是不做嘛？你是不是一直都怀疑，其实你怕你得不到你该收到的东西呢？如果你一直就用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就很大几率真的收不回来，因为你担心嘛，那就显化担心的能量，就是就是你担心收不回来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要想想，学会看付出。你要得到什么东西？对，有时候是我们说要钱，那经验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吗？可能你学到一些很重要的一课，怎么样去做也不一定啊。
请相信你的能力，你是可以做到的。你是不是对自己没自信，所以才会一直担心得不到回报，或是你会想很多呢？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吗？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阻碍了一些别人的帮助，让你自己更流动、更顺畅呢？这个你可以看看第一组，因为第一组也有这个问题。可是其实有时候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很重要的，有可能就是你的成功，其实宇宙给了人帮你，那你愿不愿意去接受？你愿不愿意去相信？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最后能不能成功。然后这个请敞开心，允许自己分享喜悦与脆弱。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脆弱的一面不想展示给别人，可是有可能就是你的脆弱让人家愿意帮助你，可能帮助你让你成功。虽然你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我不可能要别人帮啊，这样子很没有用啊，怎么样？可是正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不一定是最好的安排哦。可能有时候你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别人，也不一定。尝试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自己跟你的人生，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快让自己进步，而是比较快达到你理想中的境界。那我今天呢，这个占卜到这里差不多了。那如果你有什么的感觉啊，或是你觉得听到什么的感应，或是你觉得有哪里觉得比较有感受的，我很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啦。可能其他人也会看到你的留言，也会觉得有被帮助到。那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好的善的能量的循环。那我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看，希望今天的建议对大家有用。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组选项。那我们首先第一张牌抽到的就是这个接地，就是重新锚定自己的能量，就可以透过接地这个方式。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要看的就是现在的金钱的能量的流动是如何的。那我们看，我们再抽了另外一张牌一起看了。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接地跟这个另外就是展开你自己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我会觉得你现在的能量、金钱的部分啊，如果看这两张牌的话，我会觉得你有努力的去让它稳定下来，或是有可能是说你有去让自己金钱流动的能量去加快了，我会有这种感觉。首先第一个是接地，接地的话，我之前就有在其他影片里面有提到什么用，因为通过我们跟大自然的接触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能量会比较稳定。那当你重新找到自己的内在的力量稳定的时候，好像你感觉比较安心，比较舒服，其实你自然你的能量就会回到比较通畅的状态。那所以的话呢，因为这两张我都发现，它就是说你怎么去把自己的内在的力量去跟这个大自然接触之后，重新稳定，再重新展开这样子。因为第二章它就说你的内在的，就是你自己做的功课是会有收获的，因为你会感觉到你越来越去放大自己的能量啊，像这个莲花绽花，这个打开的感觉，绽放的感觉，而且就是你开始从你一些过去的经验有学习到。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你现在的金钱能量其实有越来越流畅，或是就是说，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比较能掌握自己的一些钱啊，或是这种信念啊、心态啊，该怎么走，才会让自己的金钱的流动能量更顺畅的，给我的感觉是这样。那我们再抽了一些其他的牌来看一下，到底你现在的金钱能量流动是如何的呢 ？OK， 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好，首先第一张就是这个 bluff， 就是这个假装啊、面具啊、夸张啊。有可能就是说你，因为我刚刚说嘛，你开始知道自己要稳定嘛，或者你可能知道自己要去让就是做一些功课，让自己的情绪稳定这样子。可是有可能在这个的时候，在这个之前，你的金钱能量是有一种夸张虚假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刻意去夸大一些问题给我的感觉，可能你遇到的一些状态，你会把它夸张，甚至不隐藏，不想让人知道具体的状况，或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也好，遇到的想法的部分，你会希望不要让人家看到真实的面目。那另外呢，这个就是跑步，就是说有种就是说让自己看不见啊，像鬼一样啊，这样子失踪啊，这个意思。
我会觉得就跟这个一样，我刚刚说嘛，你又说好像假装嘛，会不会有些东西你假装看不见？你假装看不见自己对金钱的焦虑，你假装看不见一些的烦恼，你希望是乐观的，你希望自己是积极的嘛，所以你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假装自己东西都是很安全的啊，都没有问题的，你假装去压住自己的一些怀疑或者担心。因为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就是新的迷雾，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可能就是说，你觉得现在有点怀疑，到底我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是对金钱是信任还是不信任的呢？有点混乱，身边会有点去封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有可能你会说，如果我一开始怀疑，我就很难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我只好假装一切都很好，一切都非常完美的现在是我很相信。有可能你是在压抑一些可能你内心的一些怀疑啊，或者担心的这样子。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抽到一张牌看看，这个就是这个古埃及的一个神明叫做应该是叫做 Taret。那这个神明它就代表生育或是怀孕的意思。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像是河马的女神，河马女神。它是用来保护特别是女性的怀孕的女性这样子。那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呢，有些人啊，可能就是其实怀孕这个东西，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是在社会什么阶级，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怀孕的嘛，对不对？你都有这个权利嘛。那其实呢，它就是去可以说保护不分人类的去保护这个东西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它这个讯息就是说，那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的金钱流动我觉得是你会有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些能力跟所有人都一样，因为你会觉得，我是可以都有致富的权利吗？我都有成功的能力吗？可能你的担心，可能你自己的问题就是说，你怀疑自己最后是否可以成功？我是不是都能像某某人这样子那么厉害？我是不是都跟大家一样有这些能力？可能你是在这个金钱流动的时候，你会担心，到底这些是不是每个人都享有这个权利的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财富流到你的身边呢？我觉得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对于宇宙的力量或是否对于宇宙对每个人是不是公平呢？可能你会有这种想法的担心，或者是可能你会有一些疑问吧。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你现在金钱流动的状态，就是有些可能你会假装有些担忧，这样子尝试去稳定，可是还没到非常稳定。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你这个金钱之所以有可能会卡顿，有可能会什么原因所导致呢？我们抽到3张牌，第一张就是这个酬劳，可是我觉得不是说真的是要坐牢的意思OK， 我会觉得就是说你是被自己困住了，就是你可能是你的想法也好啦，你给自己的限制，你给自己的一些人生做法。因为这样子困住了你，好像设了一个监狱一样，就是让你困在中间，没办法通谈。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我只能做这样，或是我的工作就只能赚这么多钱或是我现在以我的学历，我只能做到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错可能你就是用这些想法去把自己给困住，而且还想说，就觉得我没办法走出来。然后呢，这个是年长的男性。然后他在后面有个就是这个有点不一样，虽然两个都是人物，就是有可能你卡关的人是不是来自一些很有权威的人，但这不可能是你一些长辈，可能他们就觉得，你不要想太多，你只要脚踏实地你给我努力的去好好工作就好了，不要想那些什么投资什么来创业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比较有威严的人，去觉得你可能不成功，或是他们的一些经验给你分享，那你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想法是不对的，或是你会对自己的想法没信心。经过他们的建议之后，有可能这个人可能知道的东西比你多，因为他背后有很多书对不对？你觉得他是可信的，可是我觉得不一定他的东西就是绝对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有可能的主是来自一个女性。一个你重视的女性，所谓 main female 就有可能是你的感情对象，
有可能是一个你很重视的女人，当然有可能是你的母亲啊，或是一个很重视你很重要的女性，可能她对你来说是个阻碍，不管她给你的一些建议或是想法，可能是让你感觉到焦虑不安的原因，或是你会怀疑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还会看一下什么是让你卡顿。这一个就是要那个图案再加那个字一起去看。好了，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握着的手，然后下面怎么放下。会不会有些的人的想法你要放下呢？那我们前面刚好抽到2张牌嘛，对不对？可能一些你曾经的合作伙伴，或是你很重要的人，你觉得一直要拉着他一直走下去，可是会不会其实他们的一些给你的能量，或是他们给你的一些意念，其实你是时候要放下，你才不会卡住呢？因为有时候我会感觉上，你看这一双手，感觉这一手挖得很紧，可是这个有点，就我感觉它好像没有挖得很仔细，没有感觉它是挖得紧紧的。有时候可能是你抓着不放，你把一些其他人的信念抓着没放，所以才让你导致到可能你会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可能你曾经被人家批评过，你就只能这样子啊，你都没有这个学历啊，你就觉得你的能力不会够啊，你就没有这个经验，或是你没有这个运气啊，你会一直都抓住一些人家给你的观念没有放的，所以你现在才会对自己有怀疑、有担心呢。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你这一组很有趣，就是都是跟其他人有关的，可能你是很在乎别人的想法或是别人的意见，因为这个呢，就是你看到2个人背靠着背，可是他写的是慌乱，会不会你曾经觉得这个人可以给你依赖，或是这个人的意见或是什么东西你可以信任的 ，OK， 你可以靠着他的，可是其实现在来说，其实有可能就是他过去的一些做法，他过去的一些的给你的一些建议，其实是让你感觉到慌乱的。其实不一定能靠人，有时候可能靠自己更好，因为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才会让你觉得现在有点焦躁不安，或是有点担忧。那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说，你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有没有匮乏感呢？如果有的话，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匮乏的原因呢？我们抽到2张牌，第一张就是这个很可能，或是有可能不是今天。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非常可能啊，或是这个有可能不是今天，就证明你的状态有可能是时好时坏。有时候就是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匮乏感，或是觉得自己很不行、很担心。有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挺稳定的，我今天心情挺好的，我觉得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我的东西我应该做得来啊。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有努力的去控制自己，可是没有到完全可以掌控。或是能把这个匮乏感真的能处理掉。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么漂浮的状态呢？那匮乏感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是我们抽到的牌是顶轮，叫做了解看不见的能量。我会觉得，既然你前面说到这个光顶，后面又抽到就是把自己打开这张卡。有可能其实你是相信心理法则的，或者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不存在的力量、生命啊这些东西，可是你没办法完全的去相信，所以才会导致到有时候你觉得它跟你现实生活的一些经验有冲突，有不合理的地方，那你觉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会导致到你觉得自己很缺，因为你可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你想就能产生。我刚刚讲这句话，你会信吗？如果你不信，是不是其实你的信念里面是有被框住、有被绑住的？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喜悦，就是这个愉悦，这个喜悦的流动。那请问你有真正的开心吗？你的能量是假装开心，还是你想把东西盖住，让自己感觉好像安心，可是真正的潜意识底下你是不安的呢？因为我们前面那几张牌有抽到嘛，你的金钱能量是有种迷惘的，或是有一种假装看不见、不想知道的感觉。那你又从你的心去出发，感觉到真的是你为了现在自己的状态感到快乐吗？你为了自己的能力感到开心吗？如
果你一直都是建立在很虚的状态下，自然你的能量就不会稳定，这样就会出现，其实偶尔你的匮乏感还是会冒出来，让你感觉到焦躁或是怀疑。我们接下来呢抽了2张牌，一张牌呢叫做这个慈眉观音。那首先这个19号牌，这个慈眉观音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会有阴灵。同样的，你也要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可能你在成长的时候，有机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也是没办法觉察的。就等于当你越来越变得有自信，有可能或者你越来越感觉人家就会觉得你不听话。可能之前本来觉得你很对啊，但是那些朋友也好啊，你的长辈也好，可能会觉得你有了改变。然后他们可能会用其他方式去打压你，也不一定。所以呢，这样子的观念是说，为了能让你能够平静祥和的方式去表达你的力量，那就是可以请求这个慈眉观音的帮忙。那慈悲之心的所淬炼出来的就是仁慈、温和，然后还有关怀的巨大力量。那现在慈眉观音是要把这个慈悲的品质带给你。鼓励你在跟人相处当中去培养慈悲的心，同时要用慈悲的心去对待自己。那就是说，我觉得你之前我们不是看了几张牌，就是跟其他人对你的影响有关嘛，对不对？有可能在你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变得厉害的同时，其实可能对别人会造成威胁，有可能他们下意识的会阻止你成功，也不一定。所以呢，你要学会，就是说，要慈悲的对待自己，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不要总是这么苛刻，也要让别人就是感受到你的进步、你的成长是不会有威胁性的。可能这样子的话，就会越来越多人愿意去支持你的成长，去协助你的成长。那另外呢，我们第2张牌呢是这个兰花天命女祭师。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位女祭司正在呼唤你，她召唤你去寻找你自己人生的目标、道路以及灵魂的热情。她邀请你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活出你独特的潜能跟美。她随时都会召唤你，在你心底深处吹奏这个甜美的音乐引指导。她是希望你可以去追求最真实的灵魂的热情。整体来说，就是有可能你现在是假装不在意的，假装不在意就是好像假设你很想去做音乐，你是画画很好的，你可能会假装自己，我不要做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我想追求的，我想追求可能是有房有车这些东西。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追寻梦想会跟我们该拥有的物质生活有冲突。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其实没有人说过会有冲突可能只是你觉得发展的东西没有用。可是我自己做研究其实我发现很多成功的人，他之所以今天能够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也好，成功人士也好，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在发展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在做一些他喜爱的东西，才会导致他今天能够成功，或是成为这个企业，或是他能做到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让他致富。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如果要想清楚，到底这一刻的你是不是没有在做自己的事情，或是你去压住自己，要告诉自己不要去做那些你应该要做的事呢？好了，我们再看看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匮乏感。我们看到这一张叫做 walking staff，OK， 就是支持跟鼓励，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有走就是爬山的，通常我们不是会有一个山有一根木杖陪你一起走嘛，对不对？就是其实你现在为什么可能你会觉得匮乏，是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人跟你同行，没有人给你鼓励，没有人去陪伴你。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是很需要人家陪伴的，你可能很需要人家去一起支援你的，你可能你觉得有别人的认可，我才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或是我很需要有别人的支持跟鼓励，我才可以好好走下去。所以你的匮乏感在于，当你身边的人不支持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对自己失去自信，你自然就会担心，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所以你现在你的匮乏感，可能就是因为身边的人没支持你，所以让你觉得或是担心自己做的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想看看，就是你的匮乏感呢，怎么影响了或是阻碍了你的财富的流动。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抽到这个 deliberate 啊，这个就是叫弱势位，就是如果在占星里面就是说，就是弱势这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说太阳金狮子座是强势，那太阳到水瓶座就是弱势，因为它对面嘛，对不对？它好像没有办法施展它的能力这样子。那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你的匮乏感让你的财富，好像你本来有些是你很擅长做的事情，你都没办法把你最擅长、最有利的地方发挥出来，所以就影响到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最好的部分给展现出来的，因为你的害怕、你的担忧，你对自己觉得不够的担心。另外呢，就是海王星代表你这个视野。那海王星呢，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其实海王星就是一个艺术的星吧，我可以这样说。可能它会让你可能的感知能力啊，或是你的创造能力是会提高的。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又担心又焦虑的时候，其实可能你的对于人生的远见，跟你的一些想法，甚至乎你的创意，都会被减弱，甚至乎被抹杀掉。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抹掉之后，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成功呢？因为很多你可能本来有很新颖的点子啊，很好的想法都被你自己打掉跟阻碍了，所以又会导致到就是说，你可能因为这样子，让你的财富又会在一个卡顿的状态。我们接下来再看几张牌。就是因为你的匮乏感会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你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百合花，这个百合花呢，就是代表就是成熟稳重的意思。那就是因为你可能现在担心自己这里不够，可能你的能力，可能你对自己能力的匮乏感啊，或是对你自己财务上的匮乏感啊，让你阻碍了你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加可能你觉得自己变得更稳定。可能成为你心目中想成为的大人，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担忧，所以影响到你觉得自己好像还没够成熟，或者做事很幼稚。另外呢，这个塔呢，就是代表往高处看的意思，就跟刚刚那个是有一样的类同的意思，就是视野。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的东西不够，你担心，你缺乏，所以你会让自己看的东西看得很表面，没办法可能看到5年后的自己、10年后的自己。你的想法不会到很远，没办法从很高的地方看你现在这一刻的路。你很重视当下的得失，就是你可能1个月赚多少钱啊？你1年赚多少钱啊？你会可能很在意这些很短期的东西的部分，而不会说遥远的。可能我可能一开始如果我做一家新的公司创业，可能前2年会先亏钱，甚至不可能我没收入。可是你不会考虑到可能如果真的能做起来，可能3、4年我赚的钱会比我在打工的好。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你的匮乏感让你的视野会变得很狭隘，或是不够高。接下来就是你的匮乏感会影响到就是月亮，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安全感，你会因为这个的安全感而影响到你会担心自己的钱没办法足够，影响到你的钱财的流动，因为你的害怕、你的担忧，你对于钱的安全感不够，自然就会越来越少钱进入到你人生，或是你越来越有机会把钱给花掉。好了，我们还有什么的阻碍呢？就是我们抽这个笔筒树，就是说，因为你的匮乏感阻碍了你的财富往这个飞跃跟养生的地方去出发，就是可能你要接到一些机会，你可能先有一些事情发生才会跳到更高的地方，可是你的匮乏感让你没办法记住这些机会，或是不敢去接受这些挑战。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减低你的匮乏感呢？我们抽到3张牌，第一张是这个甜橙，他说在爱情的世界里面，爱的纯粹是简单，却是不容易达成的奢求。那我刚刚说嘛，有可能你会受到一些其他人的影响嘛，对不对？那有可能是你的伴侣或是你的对象。那简单来说，就是说，其实
你的钱的或者你的财富的能力，是不是要跟这个爱给挂钩呢？还是有时候只是你个人因为很想满足，想用物质去满足另一半，所以你才会一直的觉得自己不够，想做更好呢？其实有时候可能你需要的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而不是真的需要用钱去堆出来的。所以你可能要看看自己对于爱是不是觉得我要付出很多，我要准备很多的东西，我才值得被爱呢？另外，你这个没药这个啦，就是莫药，就是这个就是意念的清醒觉醒，才足够让爱情更显得亲民。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会不会有时候可能觉得，你在爱里面会迷失了自己呢？你会觉得好像，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东西，我要给什么样的东西，我才应该获得我该有的爱，或是我只要爱这个人，我就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我可能要为他有什么经济的基础啊，或是物质上的需求啊？有没有想到，其实可能你真正需要的爱是什么呢？看清楚自己需要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或是对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爱。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乳香，就是说，专注不持是爱兔者的信仰。那简单来说，就是你有没有把你喜欢的东西去专注的去处理呢？还是你一直以来都没有把你的心啊，或是你的想法呢，放在专注该好好的去对待的地方呢？有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好像都很努力，为什么好像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有时候你要思考一下，到底你现在所谓的很努力，到底有没有努力在对的位置，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还是你一直其实都没有在做一些应该做的事呢？那我们再看看怎么可以减低你的匮乏感。首先可以说这个肯定语啊，那我自己做的牌卡也会有放肯定语，是因为当你每天都用正面的肯定语的时候，其实是当你越来越读这句话，其实会让你的想法跟能量会提升，而且会让你读的时候会有种比较安心愉悦的感觉，就是肯定给你自己的能量和帮助。那你可以多念肯定语，好像你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啊，我相信我可以为我和我身边的人带来幸福，我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我自己还有我身边觉得需要帮助的人。或你多用这一类型的肯定语，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减轻你对于金钱或是这个能量的匮乏感，或是你自己能力的匮乏感。然后我们抽的是秋天，在秋季里面，一切都会获得丰盛满满的收获。简单来说，我会觉得就是你要相信，你放下的种子，你做的事情，其实一定会能迎来收获，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所以，只要你有这个信念，你的匮乏感或是你的担忧就会慢慢的减轻。好，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字卡，看看就是怎么样去减低你的匮乏感。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上一次真正快乐的是什么时候呢？那请问你有很开心的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吗？还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东西做不够，所以一直都逼自己做一些自己其实不喜欢的事，或是没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去开心起来？然后你有勇气去走出舒适圈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走出舒适圈是需要勇气，而且还要像对自己的信任。你相信自己能做得到吗？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你走出舒适圈的过程就不会是担忧跟焦虑，而是会有信念跟有种信心的感觉。放手需要勇气，而宇宙已经将勇气放在你的心里。当我们走出舒适圈的同时，一定可能有些东西是我们以前一直牢牢的挖住。好像假设我要改变我的工作，是不是我把过去的工作放掉？你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圈是需要放手的。那可是问题是你可能会担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勇气不够。可是宇宙给你最大的底气，你如果真的足够相信宇宙的话，其实你不应该担心。最后一张，请你静下来，接受宇宙给你的指引。那如果你今天能够慢慢的掌握宇宙给你的讯息，相信宇宙一步步的去引领你去实现你的愿望，自然你的匮乏感就会慢慢减轻。
越来越顺，而且越来越让金钱流动得更好，往你这边靠近这样子。那我希望今天呢给大家的建议呢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对于以下我刚刚讲的东西有什么的感觉啊，或是觉得有什么对应的大，我很欢迎你在下方可以跟我留言。通过跟别人分享呢，其实会让自己越来越有自信的哦。希望这个线上的循环呢会越来越多。那我很感谢今天你们的收看，那下次我们下个差题见，拜拜。